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《第三选择》，它的作者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斯蒂芬·科维。你可能听过他之前的经典作品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，而这本书则是一次更加深刻的探索。在第三选择中，科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或冲突时，往往会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，要么选择妥协，要么坚持己见。但科维告诉我们，除了这两种选择，还有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。第三选择，通过协同合作，找到一种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的创新方案。这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。科维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实际案例，展示了如何在职场、家庭甚至社会层面运用这种思维，突破困境，创造真正的双赢局面。如果你渴望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找到新的出路，如果你想学会如何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实现共赢，那么第三选择绝对值得一读。书中提出了4个关键步骤，帮助我们实现这种思维转变。现在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看到自己，提升自我意识。这一步要求我们深刻了解自己的内在动机和限制，明确我们自己的情感反应，甚至是潜在的偏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面对冲突时，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，但这种想法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。科维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想要达成真正的协同合作，就必须先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例如，当我们在工作中与同事产生分歧时，我们通常会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但这种态度往往导致更多的摩擦。如果我们先学会看到自己，那么我们会更加愿意去思考他人的立场，并发现我们自己是否有改进的空间。接下来是我看到你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理解对方，接受并尊重他们的差异。我们需要做到真正的同理心，也就是设身处地去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感受。举个例子，夫妻之间的分歧往往源于不理解对方的需求。也许一方希望另一方更多的关注家庭，而另一方却希望在事业上投入更多时间。这时，如果双方都能做到看到彼此，并理解对方的真实需求，冲突往往就能得到缓解。第三步是我找到你，这是主动去寻求与对方的深入理解和连接的过程。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的冲突源于不了解对方的立场。在这一阶段，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防御机制，主动接近对方，聆听他们的故事，理解他们的感受。比如，在职场中，如果你的团队成员对某个项目有不同意见，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直接驳回他们的观点，而是认真倾听，尝试去理解他们的担忧和看法。这不仅能减少误解，还能带来更多创新的可能性。最后一步是我和你协同，即通过协同合作，创造出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。这种解决方案不是单方面的让步，而是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，找到一种新的方法，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。这个阶段是真正实现第三选择的关键。例如，一个团队可能面临是否要采用新的技术方案的决策。通过协同，团队成员可以提出各自的想法，找到既符合技术需求，又能够节省成本的创新方案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第三选择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应用。在职场中，冲突和挑战往往不可避免。传统的思维模式是要么选择屈从于现状，要么直接与上司或同事对抗。而第三选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，那就是通过协同合作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。科维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位员工对当前的薪资感到不满，认为自己的工作量和责任已经超出了原本的范围，于是他决定找上司谈加薪。传统的谈判中，员工通常会直接要求加薪，而上司则要考虑公司预算和利益，可能会拒绝或只做出小幅让步。但如果采用第三选择的思维，沟通方式会有所不同。员工首先向上司提出了加薪请求，解释说最近他承担了额外的工作，例如管理重要客户和处理紧急事务。传统思维的上司可能会简单回应，公司有预算限制，薪资调整的空间不大。然而，这位上司采用了第三选择的思维，他没有直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，而是倾听员工的需求，并表示理解。他说，我听到了你的关切，我们可以一起深入探讨，看看是否有合适的方案。
不仅能反映你的工作量，还能帮助你进一步发展。双方接着展开了讨论，上司提议不仅仅是加薪，还可以正式扩大员工的职责范围，明确他的新角色和责任，并为他提供相关的培训资源，以支持他在未来的职业发展。最终，他们达成了一种双赢的方案，员工的薪资得到了调整，他的工作职责也得到了认可和扩展。对于上司来说，这不仅提升了员工的积极性，还通过明确的工作规划和职责分配，为团队创造了更多的长期价值。这个例子说明，第三选择的思维方式帮助双方打破了对立局面，通过深入的倾听和合作，找到一个既满足员工需求又符合公司利益的解决方案。家庭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。第三选择思维模式在家庭中尤为重要，因为它帮助我们通过理解和协同，化解彼此的分歧，维护家庭的和谐。夫妻之间的争吵往往是因为双方在价值观、生活方式或角色期待上的不同。举个例子，丈夫可能想在周末出去放松，而妻子却希望他在家陪伴孩子。这种分歧看似难以调和，但如果双方能够运用第三选择的思维，他们可以共同讨论如何在周末安排时间，既满足彼此的需求，也兼顾家庭的和谐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家庭成员不仅能学会尊重彼此的差异，还能在协同中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。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，很多问题同样可以通过第三选择来解决，例如环境问题、贫困问题、种族冲突等。这些看似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，往往都是由于不同群体在利益上的对立而产生的。科维提出，通过协同合作，社会问题也可以找到新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贫困问题通常被视为政府或社会的责任，但在科维看来，如果政府、企业、非营利组织和个人能够协同合作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套帮助贫困群体走出困境的长效机制。这不仅是第三选择的应用，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。协同是第三选择的核心概念。科维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协同的力量：1+1大于2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通过协同合作时，结果往往比每个个体的单独贡献要大得多。他分享了许多实际案例来展示协同的力量。例如，科维提到了有一位企业家经营着一家中型制造公司，面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，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缩小，员工士气也不高。企业家意识到，依靠传统的决策模式已经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于是他决定采取一种新的策略，与员工和客户展开紧密合作，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。首先，他与员工合作，发起了多次全公司讨论会，鼓励不同部门的员工提出改善公司产品和流程的建议。在一次讨论中，生产线的员工指出，当前的生产流程效率低下，浪费严重。企业家认真倾听，并决定引入更多自动化设备，重新设计生产流程。这一改变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，减少了成本。接着，他还与客户合作，组织了多场反馈会议。客户指出，虽然公司产品技术先进，但操作复杂，安装和维护成本过高。企业家听取了客户的建议，并迅速行动，与团队一起改进产品。几个月后，公司推出了简化版产品，市场反响热烈，客户满意度显著提升，公司因此获得了更多订单。最终，通过与员工和客户的协同合作，这位企业家不仅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，也改善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。员工感受到自己对公司发展的贡献，而公司也因创新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这个例子展示了协同合作的力量。当企业家不再依赖传统的单方面决策，而是与员工和客户共同努力时，他们找到了远超单个个体能力的解决方案，既创新了产品，又创造了积极向上的工作文化。在教育领域，协同同样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。比如，学校可以通过与社区、家长的合作，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。通过协同，各方可以整合资源，共同推动学生的成长。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第三选择？我们常常会被困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中，尤其是在面对重大决策或复杂问题时。通常情况下，选择一方意味着放弃另一方。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让我们错失了更好、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。
实践第三选择思维的核心在于开放心态、倾听与理解、协同合作。接下来我们详细讨论如何在生活中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。首先，开放心态是第三选择实践的第一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面临问题时，通常习惯于在要么这样，要么那样的框架中做选择。比如，当你在职业发展上遇到瓶颈时，可能会觉得只能选择要么继续忍受现状，要么换一份工作。但第三选择告诉我们，这种对立思维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。为了培养开放心态，避免自动化反应，当遇到冲突或决策时，避免第一时间做出惯性反应，花几分钟问问自己是否有其他选项，试着提出问题还有没有第三条路。另外，尝试跳出惯性思维，挑战自己长期以来的观念和想法。尤其是当你面对重复出现的困境时，你可能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工作和生活不可调和。但通过跳出工作和生活对立的框架，你可以重新设计时间安排，甚至在工作中融入生活的乐趣。接纳不确定性也是培养开放心态的重要一步。许多人喜欢确定性，害怕未知和冒险，因而更容易选择已经熟悉的道路。实践第三选择需要我们勇敢接纳不确定性，并相信在探索新路径的过程中，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浮现。第二步是倾听与理解。很多冲突看似表面的需求对立，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情感、期望和需求。如果我们能透过表面看到这些深层需求，就更容易找到能够满足双方的新方法。为了做到倾听与理解，可以练习同理心倾听。真正的倾听不仅仅是听到对方的话，而是理解对方的情感和需求。在家庭中，当伴侣抱怨工作太忙时，可能真正想表达的是缺乏陪伴的失落感。如果你只关注在工作忙这个表面问题上，你就会错失更深层的情感需求。用同理心倾听对方的感受，而不仅仅是回应其表面表达。可以尝试使用反射性倾听技巧，在听到对方的意见后，用自己的话重复一遍，确认你是否准确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感受。比如，当孩子抱怨学习压力大时，你可以说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些作业让你有些应付不过来？这样做不仅表明你在用心倾听，还能帮助你更清楚地把握对方的真实想法。倾听时，不要急于做出判断或提出解决方案。许多人在听到对方的意见后，常常急于给出自己的见解，但这可能让对方感到没有被理解。在工作中，面对同事提出的质疑，不要急于辩解，先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再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法。第三步是寻找共同利益。实践第三选择的关键在于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。大部分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双方无法找到共同点，而是因为他们在冲突中只看到了彼此对立的需求和立场。为了找到共同利益，要挖掘根本需求。在每次冲突中，尝试问自己和对方，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比如，在职场中，当团队成员因为工作分配产生分歧时，表面上看是任务的分配问题，但更深层次的可能是某些人希望有更多的挑战，另一些人则希望有更高的稳定性。如果能找到大家共同希望项目成功的基础，问题就可以围绕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来展开，而不是互相争论谁该做什么。将冲突视为机会，将冲突视为解决问题的机会，而不是必须要赢的战场。冲突往往揭示出隐藏的需求和更大的潜在问题，而这些问题正是突破性解决方案的起点。在家庭里，当父母和孩子因为玩手机的时间问题发生争执时，实际问题并不是手机，而是如何安排时间，让孩子既能放松又能保持学习的习惯。通过沟通，双方可以共同设计一个时间表，让娱乐和学习相互平衡。通过找到共同利益，双方可以重新设定目标，并共同创造新的方案。例如，夫妻之间在管理家庭预算时可能会有不同的优先级，但如果双方共同认识到财务稳定对未来的意义，他们就可以找到更符合双方需求的储蓄和支出计划，而不必一方妥协。第四步是协同创造。协同创造的关键在于通过双方的合作，创造出比原有选择更优的解决方案。这种结果不是简单的妥协，而是通过两人的共同努力，找到一种既满足双方需求，又超越原有设想的方案。在工作中，利用团队的多样性可以带来创新。在项目设计中，
技术团队、营销团队和客户服务团队可以通过头脑风暴，共同设计出既符合技术需求，又能够打入市场的方案。正是因为团队成员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专业背景，才有可能找到更加全面的解决方案。尝试魔幻剧场法，在家庭或团队中，你可以让每个人不带批判地提出最疯狂的想法。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会激发出一些原本不曾想到的解决方案。通过这种自由的创意讨论，许多看似难以解决的冲突其实会迎刃而解。举个例子，在家庭中，如果孩子不愿意完成家庭作业，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想出一个既有趣又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清单，让完成作业成为家庭共同参与的项目，而不再是单纯的争执。在讨论解决方案时，迅速原型法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。在面对较大的决策时，不妨先制作一个快速原型或试验方案，比如家庭可以先尝试一段时间的新作息安排，然后再评估其效果。这种方式不仅能降低试错成本，还能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尊重和体现。最后一步是持续反思与调整。第三，选择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，它需要持续的反思和调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第一次尝试时可能无法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但通过反复评估和改进，协同的效果会逐渐显现。为了确保方案有效，定期回顾进展非常重要。在家庭、工作或个人生活中，定期评估现有方案的效果是确保协同持续成功的关键。夫妻可以定期讨论家庭管理的方式是否还有效，团队也可以通过评估项目进展，确保所有人都对当前进展满意。实践第三选择不仅是找到一次性解决方案，而是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灵活和开放。通过定期收集反馈，你可以了解到哪些部分需要调整，进而优化解决方案。接受反馈，拥抱改变，这样你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挑战。在生活中实践第三选择，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技巧，而是一种长期的思维习惯培养。从开放心态、倾听与理解、寻找共同利益到协同创造和持续反思，这一过程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己的固有思维，并保持对变化的敏感和对他人的尊重。当你真正掌握了第三选择的思维方式，你会发现很多原本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，都可以通过合作和创新找到全新的答案。